你是否想过，维系世界和平、推动全球发展的联合国正面临破产危机，而最大的债主竟然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？这听起来像个悖论。最富的国家欠了最重要的国际组织最多的钱。但今天我要给你一个颠覆性的视角：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，根本不是因为差钱，而是一场精心算计的金融战。它不是财务上的无奈，而是策略上的主动选择。理解这一点，你就能看透当今国际政治中一种越来越赤裸的财富权力化游戏。14亿美元被金融武器化的权力杠杆。我们先看清基本事实，美国目前拖欠联合国的常规预算与会费总额约14亿美元。这个数字对普通人来说是天文数字，但对美国而言，仅相当于其全年军费预算的1/1000多一点，甚至买不了几架最先进的 F-35战斗机。如果真想付，美国完全可以轻松支付。他不付，是因为他发现把这笔钱攥在手里所获得的力量远比交出去要大得多。这就像一场商业博弈，你是最大的客户，而供应商几乎全靠你的订单存活。你故意拖延支付一笔无关紧要的尾款，效果就是你获得了无与伦比的话语权杠杆。供应商为了拿到钱维持运营，不得不对你的要求修改产品标准，调整服务团队，全盘考虑，甚至让步。这就是金融武器化的核心玩法，把金钱从交易工具变成胁迫他国达成政治目的的权力遥控器。拖欠会费是其中最古典而直接的一招，它的成本极低，收益明确，还被包装上敦促改革的正当外衣，成为一种合法的要挟。美国传递的信息冷酷而清晰，体系的运转依赖于我的资金，如果我不满意，我就可以让体系失灵。霸权信用的高利贷，美国正在透支自己的未来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这是顶级资本玩家的精明。从单次交易看，美国似乎用最小成本撬动了最大影响力，但用资产负债表思维看，它可能正在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。它在疯狂透支自己最宝贵的无形资产——全球领导力的信用。一个国家的霸权不仅建立在航母和美元上，更建立在它牵头建立并承诺维护的国际规则体系的信用之上。各国过去接受美国领导，部分是因为相信他会遵守规则，提供安全稳定等公共产品。美国则用这种信用换取全球事务的主导权和巨大经济利益。他将支付联合国会费武器化，相当于公然宣告规则对我有利时我才遵守，让我不爽我就破坏它。这直接导致其霸权信用的严重减值。信用一旦减值，修复成本将呈几何级数增长。他看似省下了14亿小钱，却可能正在赔掉维系其霸权根基的老本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近年来的行为。作为联合国第2大会，费国始终坚持按时足额缴纳所有法定会费。这不是简单的守规矩，而是一种更为深远的战略。在全球治理的信用市场中，做坚定的信用资产长期投资者。当最大的信用发行方开始滥用信用，随意违约时，市场必然渴求更可靠的新资产。中国通过持续稳定可预期的履责，正是在积累这种宝贵的资产。它的回报不是即时操控力，而是未来话语权的合法性、规则重塑的入场券以及广泛的全球信任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金融哲学。美国在借高利贷套现短期权利，不惜抵押自己的长期信用；中国则在支付保费，为未来可能到来的全球信用体系重置投保，并默默增持自己的份额。从华尔街到你家门口，这场金融战如何影响你的生活？这场高端的金融博弈绝非与普通人无关，它的涟漪正悄然扩散，终将波及每个人的钱包与安全。远方的代价一定会转化为你身边的成本。联合国财政危机首当其冲被削减的是人道援助、气候变化应对和全球公共卫生项目。这意味着战乱地区更多孩子挨饿，岛国面对飓风时预警失灵，下一场大疫病的全球协调可能迟缓。这些危机不会永远停留在新闻里，他们会通过气候移民潮冲击国际供应链，抬高物价，或通过疾病的快速跨境传播，最终推高我们生活的综合风险与成本。一个金融武器化的世界注定更加危险和昂贵。如果联合国这样的多边讲坛因缺钱失灵，解决争端的方式将加速退回最原始的武力威慑与经济胁迫。一个更信奉丛林法则、更不确定的世界，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必须将更多资源投入军备与安全，而非民生与福利。这种全球性的安全困境，通胀最终会由每个人的税收和未来的发展机会来买单。我们这代人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岔路口，是尽力维护一个基于规则、可预期的世界，还是默许它滑向一个完全由强权与短期交易主导的江湖？你今天的认知、态度和选择，也是塑造未来方向的一份微小但真实的力量。我们正在为什么样的未来投票？联合国财政危机表面是钱的问题，深层是信用的问题，归根结底是我们将共同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。美国的选择是交易型霸权的逻辑，将一切工具武器化，追求即时可控的影响力，哪怕透支未来。中国的选择目前呈现的是投资型领导的逻辑，在旧体系下恪守规则，积累信用，为不确定的未来储备最重要的无形资产。这两种策略的碰撞，结果尚未可知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大国在会议室里的每一分精明算计，最终都会像蝴蝶扇动的翅膀，演变成远洋的风暴，影响我们生活的气候。世界这艘大船正在复杂的海况中艰难转向，它最终驶向
更广阔的合作航道，还是更危险的博弈暗礁，不仅取决于舵手的抉择，也取决于每一位乘客，也就是我们是否清醒，是否关心，是否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。在你看来，用金融杠杆撬动世界，究竟是掌控全局的智慧，还是饮鸩止渴的疯狂？你的答案也是这个时代答案的一部分。